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社区团购大战硝烟弥漫。自2020年开始，中国多家互联网巨头都不约而同地冲进了电商最难啃的市场——社区。6月，滴滴推出社区团购小程序诚心优选，从成都起步，逐步向东部市场进军。7月，美团成立美团优选，从山东开始，一路南下进入湖北、广东。几乎同一时间，阿里联合大润发成立社区团购项目组，在宁波试点。8月，拼多多开始在南昌和武汉试点多多买菜，并迅速在全国铺开。11月，阿里旗下盒马生鲜开始试运营社区团购。12月，京东创始人刘强东亲自带队重组电商拼团业务，惊喜进入社区团购，并高调投资社区团购平台幸盛优选7亿美元。直到上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互联网巨头不应该抢菜贩子、夫妻店的生意，要去追寻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各家巨头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互联网巨头们真的是为了那几捆白菜的利润吗？其实并不是，他们是为了抢占互联网世界最后一块还没有胜负的流量。为什么这么说呢？详情大家可以点击屏幕上方的链接观看我上期的视频。这期内容想和大家聊的是，社区团购真的会抢走菜贩子、夫妻店的生意吗？社区团购能打赢叮咚买菜、每日优鲜等买菜平台吗？为什么说社区团购平台是巨头们利润增长的新希望？这里是 Town Talk， 一个让你比别人更懂一点的频道。感兴趣的话，欢迎订阅。社区团购大致的运营机制一般是这样的：社区团购平台招募小区内的住户或者周边小店的店主成为团长，团长组建微信群，在群里发布商品信息，消费者通过团长发布的链接下单后，平台第二天统一将商品送到团长家或者小店内，消费者上门自提。社区团购打破了原来的零售生态，团长目前的作用是3级分销商，和社区夫妻店类似。如果说菜贩子、夫妻店受到影响，那也是来自于团长这个群体。然而很多团长就是小区边上的生鲜菜店和夫妻店。社区团购抢走菜贩子的生意，这一说法并不准确。相反，如果菜贩子也做了社区团购的团长，收入反而会增加。社区团购平台扮演的是2级分销商的角色，所以社区团购平台真正冲击的是2级市场经销商，而不是菜贩子、夫妻店。目前全国蔬菜批发系统中，最大的1级批发市场数量不足10家，主要包括北京新发地、郑州万邦、常州林家堂、西安雨润等。这些1级批发市场辐射周边数十个省份，大量2级批发市场先从1级市场进货，再分销给当地的商贩。根据一个2级批发商的说法，目前市场上摆摊的小商贩营业额已经少了很多，这影响了他们的销售。其实2级批发商感到销售下降，最主要的原因是2个方面。一个是很多小商贩自己做了团长，不在他们那里采购了，而是直接在社区平台上下单。另一个原因是更多的人因为价格等原因选择了在社区团购平台上买菜，还没有做团长的菜贩子的销量下滑，导致采购量下降。如果大家都养成了从团长那里买菜的习惯，社区平台采购量大了以后，就会直接从1级分销商拿货。如果全国只剩下几家最大的社区团购平台，到时候全国近10000家2级批发商都会没生意做，被社区团购平台杀死。原来买菜的模式是1级批发商到2级批发商，再到小商贩，最后到消费者手里。一共有3个中间渠道，每一个渠道都要赚钱，都要加价，到了消费者手里，价格自然就贵了。社区团购会直接杀死2级批发商，买菜模式就变成了1级批发商到社区团购平台，再到消费者手中，中间渠道变成了2个。而社区团购还有互联网巨头的加持，在各种补贴之下，价格自然会更低，消费者也自然更愿意选择用社区团购平台购物。感到危急的还有1级批发商和生产厂家。主营粮油调料的华海顺达、山西紫林醋业、卫龙等平台都表示，
自己的产品必须授权后才能在社区团购平台上上架，而且价格不能低于零售价。他们这么做的原因是，一旦社区团购平台杀死了经销商体系，社区团购平台直接到厂家拿货，厂家就会缺乏与社区团购平台议价的能力，最终只能由社区平台掌握最终的定价权。类似的事情已经在电商平台上发生过一轮，电商平台把厂家给农户一条线的价格都压到最低，最后厂商和农户都变成给电商平台打工，不做活不下去，做了又是赔钱。除了传统的经销商体系，能感到压力的还有像叮咚买菜、每日优先这样的前置仓模式买菜平台。前置仓模式指的是将生鲜产品提前储存至社区附近的仓库，用户下单后立刻安排配送，覆盖周边1到3公里。这些仓库通常为暗仓，租金成本低，完全放弃线下引流的功能。叮咚买菜、每日优先是前置仓模式的代表，一南一北，分别从上海、北京2座1线城市开始打市场，主要面向省会城市。目前2家平台都已经摆脱亏损，开始盈利。面对巨头们杀入社区生鲜行业，这2家公司都表示不会涉足到社区团购，因为从本质上来讲，社区团购和前置仓生鲜平台根本就是2个完全不同的生意，消费者、产品、购物场景完全都不一样。比如消费者这个方面，社区团购用户集中在下沉的2、3、4线城市，这些用户的诉求是愿意花时间去买到便宜的东西，而前置仓生鲜平台的用户大多是1、2线城市，追求品质、配送速度。再比如产品方面，前置仓的平台一般都有上千种商品，有一定逛的属性，但是社区团购主要是团长在群里主推的几个爆款，整个平台商品种类也只有100-200个。前置仓平台运营的重点是管理好自身平台的货源、农业产业和供应链系统，而社区团购目前运营的重点是用户流量获取。其实这也就说明，现阶段的社区团购和生鲜电商其实没有多大的关系，生鲜也不是社区团购的主要商品。现阶段主打生鲜是因为生鲜成本低，用4个1分钱的鸡蛋就可以获取一个新的用户。所以在供应链、仓储配送方面，叮咚买菜等前置仓平台并没有感觉有太大的压力，两者本来就是不同的定位。有压力的是管理人才方面，过去半年内，几乎所有的前置仓平台的管理员工都收到过巨头们10几个挖墙脚的电话。前置仓模式生鲜成本高，在1线城市能够依靠大量订单来维持，但是2、3、4线城市对于价格更敏感，配送时间的要求不高，订单量很难有大的提升，所以这些平台在1线城市外很少布局。而社区团购平台则恰恰相反，其目标客户就是下沉市场。所以社区团购平台在现阶段是很难抢到前置仓生鲜的饭碗。总结起来看，社区团购平台会抢了菜贩子夫妻店的生意可能性不是很大，相反，菜贩子夫妻店可以选择成为社区团购的团长，增加自己的收入。社区团购平台在目前也无法战胜在供应链、仓储、配送方面更有优势的前置仓生鲜平台。总结起来看，社区团购平台抢菜贩子夫妻店的生意可能性不是很大，相反，菜贩子夫妻店可以选择成为社区团购的团长，增加自己的收入。社区团购平台在目前也无法战胜在供应链、仓储、配送方面更有优势的前置仓生鲜平台。社区团购平台更像是下沉市场里传统经销商批发体系里的一条鲶鱼，打破了原有的厂商1级批发、2级批发、3级批发的体系，减少了流通渠道，降低了流通成本，用户也就能够拿到更优惠的价格。而巨头们希望的是能够通过社区团购的巨额补贴吸引用户，拉拢这几亿下沉市场用户，提高他们的平台使用、购买频率和金额，这或许有机会培育成一个新的电商交易平台，成为巨头们新的利润增长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下沉市场发家的拼多多已经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到社区团购上，而已经错过了一次机会的阿里、京东们
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拼多多再赢一次。感谢各位花费宝贵的时间观看，喜欢的话欢迎点赞订阅，点开小铃铛，我们下期再见。